昨天 reading 的功课还没写完，今天晚上要考的单字我也还没背。休息一下。这个楼梯我每天要爬3-4次，我还是无法习惯，好累。A blackout? Blackout happened a lot here in Baguio, but the school's got generators, so the power comes back on quickly. If there's a power outage during the IELTS exam, especially the speaking test, it could actually be a good thing. Why? Because you only get 1 minute to think. And if the power goes out right then, you can use the chance to sneak in a little extra time to plan your answer. 哦，还是我在菲律宾这里考雅思官方考试？不过怎么可能这么凑巧？还是回台湾考吧。今天午餐还蛮好吃的啊，你真的不去餐厅吃午餐哦？不了，因为我中午只有50分钟的空档，还要去餐厅人挤人，我怕我来不及去上课。简单吃个泡面跟小面包，我还有时间可以看影片放松休息一下。团体课上了快要6个礼拜了，我的同学几乎都只有1位，不然就是没有。团体课都要变1对1课了。团体课就是给一个主题，不同的国家针对这个主题有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经历，听这些分享才好玩啊。我剩2个礼拜也要回台湾考雅思了，目前我只剩这一堂团体课，就退掉吧。我也需要多一点时间复习，不然教的东西一直塞，我没有办法消化，对我也没有用。50分钟的空堂，换衣服睡一下。是我错觉吗？我觉得这老师一直盯着我的胸部看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。我一开始以为他在看我胸口的学生证，但我没有挂学生证的时候，他也盯着看，而且他的视线是完全不避讳的，直直的盯着我的胸部。这样的视线真的很不舒服，我该制止他吗？但我上这个老师的课一阵子后发现，他情绪其实不太稳定，有的时候可以开怀大笑，有的时候就愤恨的 fuck 来 fuck 去，偶尔还会突然大吼。跟他说的话，他会不会突然抓狂打我，或者是我上下课的路上攻击我？我虽然敢大声争取自己在这个学校的权益，但有可能是我误会了，有可能说出去大家会认为我自以为，而且我没有实质上的证据。我来这里只是要拼雅思考试而已，为什么要遇到这种事让我这么烦恼？先去把他的课换掉吧。怎么了？还好吗？我头好痛。你要不要刮痧？我有带刮痧板来。不要。我前天头也很痛，刮一刮就好很多，试试吧。谢谢，我好多了，你连1条根都有哎。当然，我在国外生活过，知道什么东西我会用得到。如果还是真的很不舒服，就请假吧，别硬撑。有什么状况就直接打给我哦。我先去上课了。
好困，每天的最后一堂课我都要睡着了。哇，雨大到都成小溪了。老师说雨季大概到9月中吧，现在都10月了，还是每天都在下雨。还好虽然湿，但到目前为止我皮肤还没有过敏。今天有4样功课，我要死了。为什么大家都还有那么多的精力，可以很开心的聊天？抱歉，可能我老了吧，我没有精力了。每天的功课，复习今天学的，单字背了又忘，这些压力大到我太焦虑了。除了我室友外，我没有精力再认识其他新朋友了。啊，还有一开始认识的室友的同学，一个韩国男生，同期的可爱台湾女生，跟一个已经毕了业、思想很棒的日本妹妹。其实我也是有认识新朋友，他们都是很棒的人，让我在这里的生活大大加分。今天 writing 老师又说我偏题了，然后口说 Part 2， 我真的只要开始计时、开始模拟考试，我就会脑袋一片空白、卡词。对了，跟我同期的那个可爱的台湾女生，她有约我这个周日去玩呢，景点看起来超美的，但我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去放松放松也好啊。因为越接近考试日期，我越来越焦虑了。如果我真的出去玩了，我知道我一定会一边玩一边想着考试的事，完全无法享受当下。我玩回来一定也会更焦虑，只好忍痛拒绝了。谢谢你听我说这些，我必须要准备去自修了，拜拜。我今天听老师说了一个八卦，我们老师说 ESL 班级有很多八卦，不过也对，雅思课程累死了，功课都写不完，哪有时间生八卦？我听力很弱，先复习听力。10点了，光是 reading 跟复习 listening 就占满了2个小时，我还有 speaking 跟写作的功课还没做，但不行，我脑袋要烧掉了。回去洗澡睡觉，明天早上继续加油。你有看到平常晚点名的警卫站在树荫下吗？暗暗的人影刚刚吓了我一跳。有啊，所以他晚上就不会再敲我们房门点名了。哇塞，你水也煮太满了吧，满满一整壶欸。因为我要先煮起来，整夜放凉，明天再倒进保特瓶里面储水啊。我不买矿泉水，所以存了2大瓶煮过的水冰在冰箱，用来我平常喝水。自从上次又拉又吐后，我就再也不敢喝没有煮过的水了。就算是向学校购买的桶装水也是，没有煮过我不敢喝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一口气买了3桶水，因为这样就算6日办公室没有开，我也可以在6日早上厨房有开的时候去厨房取桶装水。虽然我小腿本来就很粗很壮，但每天爬6、7次楼梯，小腿更结实了。所以每天抬腿很重要啊。学校里面有一位看起来年纪很大的学生，每天这样爬楼梯，好辛苦。我也蛮钦佩他这样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啊。不过我年纪也不小了，还是来这边学英文，我也很棒。我一直骂自己，一直责怪自己能力不足，偶尔也是要称赞自己的，是吧，焦虎？